因残疾而无法向德国人起立鞠躬的老人，被连人带人也从楼上扔下去。随后，他们让一家人向前跑，最后也尽数杀害了。第二天，这老人走在大街上，被军官发现没有鞠躬，他赶紧道歉，可还是被一耳光扇倒在地。德国军官还警告，不准走人行道、走水沟。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波兰，主人公皮尔曾是上层社会绅士的男人，更是波兰最著名的钢琴家。他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有了自己心仪的女子。这天，皮尔回到家中，看到家人正在收拾行李。原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，母亲让他赶紧收拾东西逃命。而一旁弟弟在收听广播，根据广播报道，英德宣战，法国不能坐视不管，波兰不会孤立无援，一家人紧紧相拥。为庆祝，母亲做了丰盛的晚餐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看到德国军队走在波兰的街道上，这里已经被占领了，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法律。法律规定，犹太人家中存款不能超过2000元。父亲看着手上仅剩的5000元，他们决定将多余钱藏起来。妹妹说藏花盆里，弟弟说最危险地方最安全，直接放桌面上，用报纸盖住就行了。一家人都觉得这办法行不通。皮尔提议把钱一张一张塞到小提琴里。然而，纳粹人的打击才刚刚开始，犹太人右臂必须佩戴白色袖章，以表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。在任何公共场合、酒吧、咖啡厅都贴有禁止犹太人入内的标语。过些日子，母亲在床前哭了起来。原来家里只剩20元，皮尔变卖心爱钢琴，一家勉强度日。这天，全国犹太人被迫迁到专属犹太区，近40万犹太人居住在一个小镇里，还在四周建起了高墙，简直就是一座活监狱。失去了生而为人的自由，皮尔一家挤在破旧小房间里，每天食不果腹。由于物资短缺，每天都有人饿死在大街上，大家都在想着如何生存下去。富人能贱卖家产换点吃的，而穷人只能饿死。纳粹也不会为他们提供粮食，他们只能抢夺别人的食物。只见老头一把将女人的粥抢过来，两人在撕扯过程中粥掉在地上，老头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舔着，一旁女人也只能无助打着他。有些孩子钻过狗洞去找吃的，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平安躲过，一旦发现将被毒打致死。皮尔抱着小孩冰冷的尸体，只感受到彻骨的悲伤。皮尔回到家中，看到好友查克，便说给他们带来了机会。原来德国政府需要犹太人警察来管理犹太人，好友希望他能和弟弟一起到警局工作，但兄弟两人并不愿意做德军的走狗，拒绝了。迫于无奈，在餐厅找了份弹琴的工作。在这里，皮尔通过弹琴找回了为数不多的安宁。这天，德国士兵把犹太人赶到集中营，让他们跳舞助兴，在德国士兵皮鞭下奏起欢乐乐曲。犹太人两眼含泪跳着舞步，仿佛畜生一样被军官藐视辱骂。不久，纳粹终止隔离计划，改成实施种族清扫行动。德国士兵把犹太人赶到广场上，皮尔一家坐在地上，短暂的团聚。父亲用20元买了1块糖，分成6块，家里人一人1块。殊不知这是家人们的最后一顿午餐，他们依然眷顾亲情。此情此景是多么令人心酸。德国人将他们之中的年轻力壮人挑出来，剩下的人则送上火车。很快火车来了，无数犹太人背着行囊被驱赶上火车。正当大家排队登上火车时，皮尔被犹太警察好友偷偷拉了出来。父亲满脸不舍地和他挥手告别，可皮塔只想和家人团聚，却被朋友死死拦住。他警告皮尔自己是在救他，想活命就快点逃走。随后皮尔假装淡定地离开了这里，而他的家人却不那么幸运，他们上了那列开往地狱的火车。侥幸逃脱皮尔走在满是废墟大街上，到处是残羹断壁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行人。他想着家人远去的身影，如同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。此刻他迷茫了，在这如人间地狱世界里，他究竟该如何存活？他回到打工时的餐厅，一个声音叫住了他，原来是跟他一样幸存下来探亲老板。老板告诉皮尔，他买通了一名警察，明天就能带着我们活着出去。第二天，他们混进做劳工的犹太人队伍中，这里条件很艰苦，但是好在不会饿死。从来没干过苦力的皮尔搬起砖来十分吃力，砖头全部掉落在地上。纳粹军官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一顿猛鞭。军官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在队伍中随机挑出几名瘦弱的工人，让他们趴在地上。老板不幸被选中，最后全部被枪毙了。他们残忍地把人的生命当作游戏，生命如草芥一般。身材瘦弱皮尔几次差点没有坚持过去，
同行工友同情他，给他找了份还算轻松的工作，每天从城里拉一车土豆，然后分给犹太工人。而皮尔则利用这个外出买食物便利，帮助想要起义犹太组织购买枪支。晚上趁回宿舍的时候，偷偷扔给围墙外反抗者。有一天，皮尔差点暴露了，他决定逃离这里，哪怕今后日子一直躲躲藏藏，担惊受怕，也好比在集中营服役强。在工友帮助下，皮尔摘掉犹太臂章，扔进湖里，悄悄混进波兰人的队伍中，成功逃离德国纳粹的魔爪。他找到了曾经著名女歌手好友琳娜，夫妻俩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她。可就当他舒服泡着热水澡时，枪声响了，是纳粹开始搜查了。他连忙换好衣服，狼吞虎咽吃了几口，然后赶紧转移。皮尔来到夫妻给他安排的房子里，就住在犹太墙另一侧。朋友们会每个星期上门送一次食物，只要他保持安静，不出声就可以了。不久之后，墙内犹太人组织起义反抗纳粹军队，可在武器差距下打了好几天，最终还是失败告终。对面大楼变成火海，幸存反抗者也被当场枪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琳娜来探望皮卡的时候透露，国内也要开始反抗了。皮卡问他，这样送命有什么意义？琳娜斗志非常坚定地说，革命战士牺牲是有尊严的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朋友过来告诉他，琳娜夫妇被逮捕了，他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皮尔并没有离开，此时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他选择继续待在公寓里。朋友告诉他，一旦被纳粹发现就跳楼，千万不要活着落到他们手里。谁知朋友刚走到楼下，就传来汽车的声音。皮尔打开窗户一看，正是纳粹的军车。他直接摆好椅子，打开窗户，随时准备跳楼。好在纳粹只把楼下人带走了，他是幸运的又躲了一劫。而眼下食物成了最大的问题。二级皮卡来到厨房寻找食物，却不小心打烂了一堆餐具，弄出了声响，被隔壁太太发现了，警告他再不开门就报警了。他只好拿着行李一路逃窜，走投无路。皮尔而他朋友最后给他紧急求助地址，开门的竟然是前女友。此时他已经嫁为人妇，还有身孕。皮尔不顾尊严地说了一句，抱歉，可以给我一块面包吗？因为他实在太饿了。在女友一家帮助下，皮尔来到了新的公寓里。在这里，皮尔见到久违的钢琴，他忍了又忍，于是他将手悬在琴键上尽情的演奏，就好像是真实进行着钢琴的演奏会。为了安全，朋友把皮尔反锁在里面。朋友定期送来食物，后面又安排另一个人来照顾他，可这个人并不靠谱，半个月才送来一次吃的。最后拿走皮尔最后一件值钱东西后，就再没出现过。直到这天夫妇俩要离开这里，来上门道别时，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。皮尔因为吃了发芽的土豆，再加上本身就生病了，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他卧床不起。他们冒险找来一位儿科医生，这才救活了皮尔。1944年8月，真正的反抗正式打响。盟军占了纳粹临时指挥所和医院，硝烟弥漫了整个城市。纳粹决定在离开前彻底毁了这里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看来这里已经被包围了。皮尔穿上衣服准备逃跑，突然想起门已经被朋友从外面锁死了。他惊慌失措来到窗前，看到德军的坦克已经开到楼下了，对着大楼二话不说直接开炮。皮尔跑到门口大声呼救，可是并没有回应，坦克直接把墙轰了个洞。皮尔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，好在人没事，他顺着洞逃了出去，躲过楼顶士兵的追捕，本以为安全了，谁知却被对面的纳粹发现，对着他开枪。皮尔慌乱之下跳到阳台上，一路逃窜，来到一个仓库里。晚上外面没有动静，皮尔这才走了出来。没有食物也没有住宿，他只能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。突然他听到军队脚步声，他赶紧趴在地上装死，幸运的又躲过了一劫。他跑进了医院里，这里已经空无一人。饥渴难耐的他看到门口脏水，还是毫不犹豫喝了下去，还找到了土豆。晚上夜深人静，他终于吃了一顿大餐，在一张病床上勉强度过一夜。又过几天，纳粹开始烧毁大楼，皮尔差点被烧成肉串，他连忙跳窗逃跑，翻过围墙，再次回到犹太人集中营的阁楼里避难，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。隔离区空无一人，已是一片废墟，满目疮痍。为活下去，皮尔到处搜寻食物。很快他找到一个罐头，刚想挑开，外面却传来德军声音。他只好带罐头来到阁楼，并把梯子搬上去。到晚上士兵都走了，皮尔再次来到楼下，准备继续撬开罐头，一不小心罐头滚落在地，他并没有上前去捡，因为在他眼前一位德国军官正盯着皮尔。此时皮尔很恐惧，以为德国军官要杀了自己，
在得知皮尔是钢琴家后，把他带到一架钢琴前，让他弹奏一曲。最后，皮尔凭着他音乐才华打动军官，唤醒他的良知与善心。等演奏结束后，军官没有枪杀他，而是私下救助于他，为他送去果酱面包，并告诉他他们要往西撤了，再坚持1个星期就可以出去了。说完开门就走了。皮尔看着手里面包和果酱，他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闭上眼睛仔细的回味记忆中那个久违的味道。几天后，军官又来了，还带了很多吃的。他对皮尔说，他这次真的要走了。皮尔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感谢他。军官说，不用谢我，要谢上帝吧，还有那座钢琴。临走时还把军服脱下送给皮尔，还记下皮尔的名字。军官说，等战争结束，希望能在波兰电台听到他的琴声。不久后，盟军解救了波兰，也让他的波兰国旗车开进废墟。广播车上喇叭放着熟悉的国歌。战争真的结束了。皮尔看到后连忙下楼，他见到自己的同胞，他高兴跑过去跟他们拥抱，可没想到对方以为他是德国人，还开枪射击。皮尔吓得赶紧跑回楼房里，可他们却紧追不舍。危机关头，皮尔大喊，请别开枪，我是波兰人。皮尔举着手走了出来，盟军一看真是波兰人，询问他为何穿纳粹人的衣服。皮尔说，我冷，说清了事情原委，这才放了皮尔。大量逃亡的人也陆续回去。在盟军战俘营里，一位音乐家指责这些纳粹毁了他的乐器，人群中突然有人跑了出来，正是那位帮助皮尔的德国军官。他成了战俘，他问音乐家是否认识皮尔，幸运的是音乐家认识，他将曾经帮助过皮尔的事告诉了他，希望皮尔能帮自己。一旁士兵将他推倒在地，音乐家没能听清楚德国军官的名字。很快一切恢复正轨，皮尔还是波兰电台的钢琴家。这天音乐家找到皮尔，提到德国军官的事情，可等他们找过去时，曾经的战俘营变成了冷场，那个德国军官也不知所踪。皮尔坐在地上，回想起以前发生的一切。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，不用为食物和生存发愁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懂得和平来之不易，也正因为懂得，所以心怀慈悲。